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，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，一起来听。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：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，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，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，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。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，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。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，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，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，在碰见时连招呼也懒得打。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，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，在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少年轻狂，也挤不出其他话。有些关系的终结，要么大吵一架，要么大哭一场，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。但有很多失去，没有矛盾，没有不满，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，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，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。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，并不是争吵和崩溃，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，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，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，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，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，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，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。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，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，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，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，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。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，那年月光皎洁，闰土像戴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。那时的闰土活泼机灵，对生活充满热爱，捕鸟捉鱼，拾贝刺茶，不停给驯歌描绘乡间趣事，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。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，再次见到闰土时，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，让他说不出话来。正如一起同过窗里，任一凡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白，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，因为他明白，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，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，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。夏虫不可语冰，井蛙不可语海。两个人的环境变了，阶层就变了，常常会有意见分歧，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。他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，你只觉得无聊，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。他跟你吐槽工作不好，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，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。大家同频共振，才能相互扶持，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，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，彼此只会渐行渐远。要知道，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，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。人一旦上了年纪，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，估计都不会去维持，一是没必要，二是没时间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，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，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，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。经过筛选，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。人与人之间，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，没有共鸣的认知，没有相同的高度，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。不如各自心照不宣，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，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。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，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东西活着，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，当物尽其职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，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。诚然，之前的人生很珍贵，
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。偶尔会有一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，怀恋过去，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，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。但是已经回不去了，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，祝愿对方过得更好。在一起时听风看雪，张开怀抱拥抱彼此，此时此刻用来放歌。远去的话微笑相送，挥挥右手祝他安好，或喜或悲，终归静水。有人渐行渐远，和你相忘于江湖，也有人缓缓走来，与你倾盖如故。